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想带领大家一起来探讨，为什么在汉传佛教的陀罗尼咒语，也就是大藏经里面在佛经记载的陀罗尼，都是采取音译，也就是说这些咒语陀罗尼呢，它是直接由梵文转过来的汉音发音而记载在佛经里面，而不是用白话解释的方式去流传记载这些陀罗尼。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汉传佛教的历史里面，以唐朝玄奘大师，他是一代的翻译佛经的大师，他针对他所翻译的佛经咒语，他总结了5部翻，也就是5种他不做翻译的内容。这内容可能是陀罗尼，也有可能是经文一部分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来学习唐朝玄奘大师他所谓的这个5不翻，5个不翻译的原则是为什么呢？那这样子我们了解之后，我在讲说这个大悲咒的意思，乃至于不同的陀罗尼的意思的时候，大家也能理解我们现代佛教对于陀罗尼咒语的白话文解释，基本上都是后世的人他有些可能了解梵语，自己所做的一种白话的注解与解释。在当初唐朝玄奘大师那时候的陀罗尼咒语，他们是保持音译。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学习了解这玄奘大师的5不翻是哪5不翻呢？首先，玄奘大师在翻译佛经的时候，他针对以下这5不翻，也就是说会直接由梵语直接翻为汉文他不做白话的翻译，是拿5种类别的翻译。5不翻的第一是秘密故，就是如同我们刚才举例的佛经里面，佛或者是菩萨从本心心绪里面所说的陀罗尼，玄奘大师他是持音译，也就是从梵语直接音译为汉语的发音，记载在佛经里面。所以第一不翻就是指陀罗尼，原因就是因为陀罗尼是秘密故。那为什么是秘密故呢？因为虽然这个陀罗尼比如说 Om 它这个种子字的一个音，它所涵盖的内容是一切诸佛或者是菩萨，也就是诸佛菩萨的心绪等流的加持，有一个种子字叫 Om 或者是 She， 它有不同的本尊，它的种子字。在这个部分呢，玄奘大师选择不翻，是因为一个梵音它如何可以去用很多的汉文的白话解释去注解这个咒语的种子字，所以他采取的就是音译，也就是因为陀罗尼的秘密故，它所涵盖的内容之深广，无法用我们人类的语言跟文字去诠述跟描述，也就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这是因为这是佛跟菩萨的甚深密意陀罗尼，所以陀罗尼又称为密咒。陀罗尼它的意涵就是秘密故，所以第一不翻就是指所有佛或者是菩萨所说的陀罗尼。当然白话我们讲的就是指咒语就是我们讲的这些咒，就是指陀罗尼是不翻的。所以这样大家就了解了为什么像大悲咒南无汉那达那多拉耶耶，那些音那些字拼起来，以我们来看可能都是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读出那个音。那个音呢，事实上就是当初祖师大德们他们直接用梵音翻过来汉音的一个翻译，所以这个叫第一不翻就不翻
陀罗尼的意思，它是直接用音转过来的，这是第一部翻。那在玄奘大师所翻译的佛经或者是陀罗尼，其中也有一个部分他是不做翻译的。他的第二部翻是什么呢？五部翻的第二叫多义故。为什么叫多义故呢？比如说我们在佛经里面常常读到婆伽梵，那当然我们以佛教来讲，觉得这个婆伽梵指的就是指佛。那事实上在当初印度的宗教，婆伽梵它就是一个尊称，一个尊者圣者。当然在佛教里面，佛就是最尊最圣的圣者，所以婆伽梵在佛教里面它就是指佛，尊称佛的意思。那因为婆伽梵它是从梵音翻成汉语发音的婆伽梵，那这个婆伽梵短短这3个字的梵音，它事实上涵盖6种意思。那这6种意思分别是哪6种意思呢？在佛地论当中明确的指出，这个婆伽梵它阐述了佛的6种功德。婆伽梵具有以下6种意思：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所以在玄奘大师的翻译佛经里面，像婆伽梵它就是音译，它而不去针对婆伽梵这3个字的梵音做一系列的解释，因为有6种意思嘛，所以它叫多义故。所以它第二部分就是，如果一个梵语字它是很多深层的内涵的，它也选择不翻，保留原梵语的音译到汉语，这是第二部翻，具多义故。那玄奘大师说，这个佛经的部分他也不做翻译，保留原来的汉语音译。第三，玄奘大师在佛经里面的不翻是指此无故，意思就是说那个时代已经没有的物品或者是东西。比如说严净树，在佛经里面也会有严净树，那是因为这个在古印度的地区，他们的国土才有严净树，在中土本土的土地里并没有严净树这样的树种。玄奘大师也选择不翻，就是直接保留严净树，它就是此无故，意思是说在这个地方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树。第四不翻就是顺古故。顺古故的意思就是指在唐朝玄奘大师之前，更比他早期的这些译师，也就是有点像他的前辈比如说东汉时期的摩腾大师以及竺法兰大师，这2位译师都是在唐朝玄奘大师之前的这些译师们，他的前辈们他就是选择不翻，也就是前辈他们选择不翻的，在佛经上不翻的，玄奘大师也尊重前辈的习惯，他就选择也不翻所以这个第四不翻叫顺古故，就是顺着古人他们的翻译的习惯，到玄奘大师这边他还是继续保留这样的一个传统，他也不翻。比如说在佛经里阿耨菩提，这个在前面的这2位摩腾大师、竺法兰大师2位译师没有翻译，唐朝玄奘大师呢，他也选择不做翻译，他直接就音译过来那所以这样我们就理解他们有一个传承的一个翻译大师的一个翻译的习惯，就是顺古故。第5不翻就是生善故，最明显跟最显著而且大家最熟悉的一个不翻译的就是般若。比如说佛教里面我们说般若，梵语我们叫 prajna， 那有些人呢他就会把它翻成智慧，那事实上不是的在古时候的这些译师，比如说唐朝玄奘大师，他们所翻译般若，他就是直接从梵音的 prajna 翻过来音译般若2字，它就是代表的是佛证悟的般若因为这个 prajna 这个般若它本身就是佛智我们可以说佛智，它是生一切之善法之故，
所以不能够随便翻译，并不是我们一般世俗人所讲的智慧。所以般若用智慧直译，并非是这些翻译的大师他们所指的意思。因为如果只是翻译成智慧，就有点太过世俗，太过浅薄了。当然也许大家会听得懂什么是智慧，但是呢，在般若它就是一个般若，就是 prajna， 它梵音直接翻过来叫般若。所以第五个不翻，生善故。所以我刚才已经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解释，在佛经里面有5个部分是不做翻译的不只是玄奘大师乃至于在更之前的一些译者大师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等于就是学习了解这种佛教的基本的知识，这对于我们将来的一个修学会更能够切入佛陀的本怀。那今天玄奘大师的这个5部翻当然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行基础，我们就了解为什么像楞严咒、大悲咒、药师咒、药师灌顶真言，所有的这些陀罗尼或者是真言咒语，你都会发现它就是一个音节组合成的一个陀罗尼咒语的形式。当初唐朝玄奘大师那时候的陀罗尼咒语，他们是保持音译，也就是说会直接由梵语直接翻为汉文它不做白话的翻译。所以这5个不翻是一个在佛经里面它的一个通用的原则。所以如果我们稍微做了解以后，不管是以后我们在读诵佛经，或者我们在持诵陀罗尼咒语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去入当初佛或者菩萨在阐说这些佛经，乃至于阐述这些陀罗尼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接近这个佛跟菩萨的原心本意。那希望我的这个短短的教学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好，下回见，阿弥陀佛。